一说到这个焯水呢，可能兄弟姐妹们都比较蒙圈，到底哪些食材要焯水，哪些食材不焯水，甚至是有些食材到底焯几分钟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。今天呢，我就准备给大家聊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焯水的事情给大家说清楚。首先呢，焯水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去除草酸。其实，在生活中呢，我们很多蔬菜都含有草酸，但是草酸越高的蔬菜一定要焯水。例如什么呢？例如这个红苋菜啊、菠菜啊，就这类食材它草酸很高的，什么茭白、这个苦瓜，还有这个竹笋，这个一定要焯水。如果你不焯水的话，它会影响你钙的吸收，甚至这个搭配上你要注意啊。像菠菜的话，千万不要和豆腐一起去烧汤哦。我们焯水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它中毒。如果有些食材你弄不熟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拉肚子啊、眩晕的状态。在生活中主要是什么食材呢？像这个四季豆啊、这个荷兰豆啊、扁豆以及这个新鲜的黄花菜和这个豇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焯水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它的时间，下去炒的时候呢，它更容易把它搞熟。如果你是幼儿园的一些烹饪的老师，或者是你是宝妈的话，你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，尽量减少这种概率的发生。第三个焯水的目的是针对一些不好清洗的食材，例如什么呢？像这个西兰花啊，还有这个白花菜啊，你看它是长得这种一朵一朵的，表面去冲你感觉是冲干净，其实里面会有一些虫卵在里面，你是看不见的。所以说我们要焯下水。第四个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这个亚硝酸盐，像我们比较应季的一些蕨菜啊、苋菜啊，甚至是芹菜，还有春芽，这里面都含有亚硝酸盐，建议大家多焯水，这样的话更健康一些。第五个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这个农药残留，因为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所有蔬菜几乎它都有农药残留，所以说大家焯水更加的健康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阿伟啊，你不是讲的废话吗？那直接焯水就完了，看到这里浪费半天时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有几个蔬菜是不常焯水的。什么呢？像茄子，你把皮去除干净就好了。如果茄子你去焯水的话，它会吸收大量的水分，你下锅炒的时候就软塌塌了，甚至你去炸的话，它会泵水出来，非常的危险。然后那个丝瓜呢，其实它原理和茄子是一样的。最后一个食材就是这个黄瓜，黄瓜呢，我们把皮打了就好了，因为经常要保持黄瓜的脆度。如果你焯水的话，这黄瓜就不脆了。我们蔬菜通常在焯水的时候，在锅里一定要放点盐和这个油，让这个蔬菜有个底味。油的目的是让这个蔬菜隔绝空气，让它更加的绿。这个水一定要烧开哈，如果你水不烧开，你冷水下锅的话，这个蔬菜很容易就焯溶掉了，而且呢，60度到80度很容易让这个蔬菜的叶绿素丢失，所以说你焯出来蔬菜就比较发黄。前面呢已经给大家聊过了这个蔬菜焯水的知识，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下肉类，因为这一块呢可能大家比较蒙圈。因为我作为厨师呢，以前呢更多是这个肉类要不要焯水啊，凭的是自己的经验。我也想了很久，到底要怎么聊、怎么说，大家才能听得懂。首先，大家要了解这个肉类腥味来源来自哪里？来自这个血水。所以说，我们焯水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血水去除干净。中餐里面都会加什么姜、葱啊、黄酒啊，这样去辅助去腥。但这个不好点是什么呢？你想一想，它是在水里面去煮，在煮的同时，我们就会损失一部分的这个口感和这个鲜味。还有大家在焯肉类的食材的时候，一定要冷水下锅，用冷水下锅的话，才可以让这个血水慢慢的溢出来。热水或者开水下锅的话，它的表面瞬间形成保护层，里面的血水就排不干净。我们在焯这个肉类的食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问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浮沫打掉呢？如果你不把这个浮沫打掉，这个浮沫煮久了，它就会再次煮到这个肉里面去了，反而你焯水的作用就没有了。另外一个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焯完水之后呢，这个肉在清洗浮沫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热水去清洗它。如果你是冷水去清洗的话，会影响这个肉的口感。第二种去除腥味的方法就是通过腌制啊，像平时我们腌东西都用什么料呢？姜、葱、盐、胡椒、料酒，甚至是百里香、柠檬、姜、葱这些结合在一起，就是通过一个很重的味道去把这个腥味给它压住。最出名的就是潮汕生腌，大家都比较喜欢吃。但这种方法呢，不是说所有通过这种腌制的方法去腥之后都能生吃，它是不能生吃的，有很多食材是不能生吃的。好点是什么呢？它可以保留这个食材这个鲜度和这个口感。不好点是什么呢？它一样通过其他的烹饪方法相结合。第三种去腥方式呢，就是通过高温的方式让这个腥味产生分解。就在我们生活中呢，最常见的就有5种烹饪方法，给大家说一下。一个是什么呢？生煸、生煎、油炸、炭烤和这个清蒸。但这几种方式呢，对这个食材的鲜度和这个口感要求比较高，所以说都不会用这个什么焯水这么粗暴的方式来解决。你焯过水之后，这个食材就会口感啊、鲜度啊都会产生影响。你会发现这5种方式啊，基本上都和什么去结合呢？和这个腌制相结合。所以说再去烹饪它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像我们吃的牛排，都没有说牛排来焯水直接再来煎的。正常情况都是通过黑胡椒、百里香加了大蒜来腌制，在锅里一锅盛来去煎它的。然后像你们喜欢吃的什么炸鸡翅、炸鸡排，都是通过腌制方法加点姜、葱、胡椒粉一起腌制，再直接生炸的，没有说焯了水的。然后还有大家喜欢吃的什么烤翅啊、炭烤什么生蚝啊、炭烤什么元贝啊这种，
没有人跟你告诉你说，我这个什么烤串是直接焯了水再来给你烤的嘛，都是生烤，都是腌制方法生烤。还有大家喜欢吃的清蒸鱼，你自己想想，清蒸鱼怎么做呢？平时我们都是加姜、葱、黄酒进去腌制之后，直接放在蒸锅里面去蒸的，也没有说谁去把这个鱼焯水再来清蒸的，没有这种做法。像我们喜欢吃的一些生边鸡啊、生边鸭，都是加点姜、葱啊、料酒一些腌制之后，直接下在锅里去炒的，也不要去焯水的。包括我们非常喜欢吃的什么酱肉丝、鱼汤肉丝，你会发现肉丝都是生的，直接放在锅里继续炒，一锅成来就出来了，没有什么焯了水再下去炒的。如果你焯过水的话，这个肉就变得非常的柴了。所以说，以上的5种烹饪方式啊，它都不会选择焯水这种方式去腥的，都是通过腌制的方法再来下锅去处理的。好，既然大家都知道这几种烹饪方式，我现在来考考大家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要做一个豉汁蒸鸡，这个鸡要不要焯水？我现在要做一个小炒肉和一个青椒肉丝，这个肉丝要不要焯水？你们自己想一下。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现在要做一个红烧猪蹄，我现在要不要焯水啊？如果打那种不要焯水的朋友们，我建议你再去看一下那个5种烹饪方法里面有没有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好，最后再给大家补一点，刚刚忘了没讲到，这个鱼的话，它的食材比较特殊。你看，不管是清蒸鱼还是红烧鱼，甚至油炸，都是不需要焯水的，因为它的肉质呢比较嫩。你焯水的话，这肉质就很容易就散掉了，比较容易烂。好，最后呢，给大家省流总结一下，你看蔬菜类呢，基本上就是茄子啊、丝瓜、黄瓜这种带皮的，你把皮削之后呢，就不用焯水。其他蔬菜建议大家尽量焯一下水。肉类要看你的烹饪方法，什么生煸、生煎、油炸、炭烤还有清蒸这几种方法也是不需要焯水的。其他的方法在这之外呢，就是可能要焯一下水，但是鱼呢有点特殊，鱼不要去焯水啊。还有一个点，这就是西餐里面有一种烹饪方法叫低温慢煮，那个也是不需要焯水的。我相信我这一期呢说的比较清晰了，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听得懂、明白。